过去1年，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稳定。但是，美国不断在此区域制造事端，导致南海成为中美军事与安全较量的前沿地带。当地时间1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布题为《中国在南海海洋主张》的海洋界限报告。这份报告究竟有何险恶用心？如何用所谓的法律工具来歪曲事实？中方又该如何批驳呢？来看短片。这份长达47页的所谓研究报告，妄称中国在南海的主张不符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反映的国际法。报告还专门对中国在南海的4类海洋主张一一反对，但细看之下，美国此次发布的海洋界限报告在内容上并无新奇之处。自1970年1月前发布首份海洋界限报告以来，52年内，美国累计发布150份所谓海洋界限报告。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每次发布此类报告都算准了时间点。1996年5月，中国宣布海南岛及西沙群岛领海基线，仅仅2个月后，1996年7月，美方就发布海洋界限中国的直线基线报告，对中国在西沙群岛宣布28个基点并划定领海基线一事提出质疑。2014年12月5号，美国首次就中国的南海断续线与历史性权利主张发布海洋界限报告。此时正处于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审议案件的关键时期。这份报告的核心论点和结论，实质上成为当时所谓仲裁庭作出错误裁决的参考标准。罕见的是，此次这份关于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的报告，特意配发了一份中文的摘要和一份越南语的摘要。此举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是首次出现。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国务院释放出鼓励越南在采取国际司法或仲裁手段固化非法侵占岛礁方面采取更多实质行动的信号，试图为越南按自身单边意愿解决南海争端打气助威。我想美国可能有2个考量。那第一个呢，就是舆论的考量，因为他是希望这种配发越南文呢，让越南的普通民众和学者呢能更好的理解，从而呢给越南政府施压，那么挑动越南政府呢在南海问题上呢进一步对抗中国。第二呢是法律战的考量。那我们注意到这次这个报告出台的这个时间点是值得关注的。美国他出台这份报告呢，也是希望这个越南未来可以针对中国提起新的南海仲裁案。对于美方的此番操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美国拒绝加入公约，却以公约的裁判官自居，肆意曲解公约，为一己私利搞多重标准，进行政治操弄，破坏国际法治。中国对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拥有主权，这些主张符合包括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所谓南海仲裁案违背国家同意原则，越权审理是非法无效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美国作为域外国家，频繁在南海挑动是非，不得人心。美国此次的报告由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海洋及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发布。该部门成立于1974年，已经成为美国借国际法的名义干预其他国家和地区海洋事务的重要外交工具。美国现行的海洋政策根据是1983年3月里根政府发布的《美国海洋政策声明》。这份声明宣布，美国拒绝签署国际海洋法公约。美国主张的所谓12海里领海宽度，在划定领海基线时，需要采用沿岸低潮线法的方法来划定领海。如果采用各岛屿之间直线连接的基线法划定领海，领海的范围会比按照沿岸低潮线法的面积大很多。美国为了保证自己能在各海域横冲直撞，认为这是过度海洋声索。事实上，以直线基线法划定领海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可以采取对本国最有利的方式来划定领海线，而且国际海洋法公约也允许临海国家以直线基线法来划定领海。但是，美国不接受其他国家关于直线基线法所做的限制性解释。美国军方也以美国国内法为依据，屡次闯入其他国家领海。今年1月20号，我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军舰本福德号再次非法闯入我国西沙群岛周边海域。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美国驱逐舰本福德号未经中国批准，非法闯入我国西沙领海内水。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中国军队对美方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本福德号隶属美军部署在日本的第7舰队，自去年起已经多次非法闯入我国南海领海。不过，此次国防部发言人在领海后加上了“内水”2字，显然代表了美军此次非法闯入的深度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严重。内水是领海基线到国家海岸线的水域，比12海里的领海更加接近海岸线。而且，对于中国派出海空力量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的说法，美方拒不承认。不过，美方的说法很快遭到打脸。卫星图像显示，当天上午10点11分和10点59分分别拍摄到美舰自北向南在西沙群岛西南部的内水和领海穿行，行动极为挑衅。影像显示，至少有中国海军一艘054A 型护卫舰对其进行跟踪、监视和驱离。有分析认为，美军高调否认被解放军驱逐，除了怕削弱航行自由的影响力外，其实也是刻意把话题往驱逐与否这个举动上引，营造一种美军在公海遭到解放军驱逐的假象，从而忽略美军擅闯异国领海以及内水的事实。美国航行自由的目的呢，它就是挑战所谓这个相关国家的过度海洋主张啊，包括这个外国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权问题，也就是说是否需要提前申请批准或者是报告，还有一些极限主张等等。但在实践中呢，这个考虑了美国它强大的军事实力呢，很多国家是不敢反抗的，还有一些国家呢就屈服了美国的压力，来修改国内法。但是呢，我们国家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比较坚决的，我们都是警告驱离。所以我想，美国的这种回应呢，可能是为了给这个其他南海沿国以信心，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展示我们国家这个不愿意屈服这样的一个考量吧。